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10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361度家的 AG3 Pro。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在外观方面，其实它跟普通的 AG3 区别并不是很大，除了一个是中帮，一个是高帮之外，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但是高帮的 Pro 版本，它在整体的外观上面要协调了不少，特别的好看，并且它的鞋垫上面也有着阿隆戈登穿着李小龙标志性的黄色连体服的图案。这双鞋出现之后，我觉得禅3在361度旗下原来最高颜值的这个地位是被撼动了。这一双鞋的颜值，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非常帅。你觉得呢？而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跟普通的 AG3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不管是在细节、纹路或者是橡胶的硬度方面，都完全一样。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干净的木地板上面实战，脚底下可以非常好的抓住地面。在急停或者变向的时候，脚底下也不会出现过多余的滑动。不过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比较一般，如果场地上面有比较多的灰尘，那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拥有够用的抓地力，并且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也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底所使用的橡胶是比较偏软的，好在纹路的深度还算不错，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用来打水泥地的话，还是会比较吃力一些。而在中底方面，它的变化非常的大，中底的缓震材料变为了跟禅3 Pro 身上相同的 Quick CQ Tech 缓震科技，在后跟用了 NX 进行了包围，并且球鞋的鞋垫使用了非常厚实的 Quick Form Light 鞋垫。中底的缓震水平非常出色，不管是在缓震的极限还是缓震的力度方面，都有着非常拔群的表现。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震脚感。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绝对能够让你满意。在缓震方面的表现真的特别的出色，并且它在拥有出色缓震的同时，在前掌的反应性也并没有因为缓震而做出任何的妥协。球鞋前掌的反应性表现依旧出色，在突破的时候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泄力感出现，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再加上它优秀的抓地表现，突破的感觉真的非常不错。不过它的大底上翘幅度并不如普通版的 AG3， 在滚动感方面要稍差一些，但是中底的前后掌过渡还是非常流畅的，非常的丝滑，并不会有什么脱节的感觉。在进行全场的实战过程中，它的滚动感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在与此同时，也没有了 AG3 Mid 上面那一种有点奇怪的中底感觉。普通版本的 AG3 过分上翘的前掌幅度确实可以提供给你优秀的整体滚动感，但是穿在脚上打球的感觉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奇怪，一种说不出来的奇怪。而 AG3 Pro 则完全没有这一种情况出现，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中底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虽然它的中底确实有着非常出色的缓震表现，但是它的中底并没有明显弹的感觉，在运动的过程中它也无法提供给你非常明显的力反馈。这个最新的中底缓震科技，我个人的体验是比较一般的，经过了禅3 Pro 以及 AG3 Pro 的体验，我觉得这个缓震材料的表现是比不上他们自家的 Quick Flame 的。这个 Quick CQ Tech 基本上没有弹的感觉，这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到。如果你喜欢比较弹一些的脚感，那搭载这种缓震科技的篮球鞋绝对不是你想要的。而在鞋面方面，它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针织部分的鞋面改为了强度更高的编织鞋面，加上一层 Mono 网纱的组合，并且球鞋鞋头处的鞋带孔数量也上升至了3对。球鞋的鞋楦依旧有一些偏宽，但是不同于 AG3 的是，它的鞋楦是比较正常的一种偏宽。我觉得这一双鞋的鞋楦用的是以前老的匹克篮球鞋的鞋楦，体验感基本完全一样。在前掌有着明显的偏宽，并且内长略微有一些偏长。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平时耐克穿42.5，我穿41的话就小了，42就有点偏大了，跟匹克以前的那一个鞋楦是完全相同的感觉。这一双鞋的鞋楦更加适合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脚型偏窄的朋友我绝对不推荐你们购买。如果你们购买这一双鞋，那在实战的过程中，在做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位移，前掌的锁定表现并
并不理想。但是如果你的脚型是稍微偏宽一些的，那这一双鞋一定会给你提供非常不错的包裹以及锁定。而对于像我们这样脚型偏窄的朋友来说，除了在前掌的锁定略微有所欠缺之外，在其他各方面的包裹以及锁定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球鞋在中后端的包裹非常出色，与双脚的贴合度也非常高，并且在动态锁定方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不跟脚的现象，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并且球鞋的鞋帮高度虽然非常高，但是它在脚踝处的鞋面是比较柔软的，并不会有明显的脚踝处的限制感。整双鞋的灵活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跟 AG3 Mid 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要被它高耸的鞋帮所迷惑了。如果你想要的是优秀的灵活性，那它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比较优秀的脚踝支撑，想要出色的脚踝保护，那它并不是你想要的。并且在脚踝处的鞋面，当你拉紧鞋带之后，内部不算平整的内里会出现一点点硌脚的情况。前掌的鞋面也比较偏硬，在跑动的过程中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褶皱，并且也会有硌脚的情况出现。整一双鞋在鞋面的舒适性方面表现并不优秀，鞋面的透气性表现也比较糟糕，穿它打球闷脚的感觉非常的明显。而且它脚踝处的透明塑料件在运动过后，热气会在内部形成雾气，我觉得不需要多久，这个位置可能就会出现氧化。当然，这一点是我个人的一点猜测，会不会很快氧化，还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非常的拔群，球鞋的整体刚性非常高，用手完全没有办法扭动这一双鞋，并且它在原来在强度方面就没有任何问题的 AG3 的基础上，加入了一块碳板来进一步提升球鞋的整体刚性。球鞋的整体刚性非常的拔群，不过大家不需要担心这一双鞋是不是会存在板脚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中底的碳板所覆盖的范围并不大，对于球鞋的正常弯折并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球鞋高强度的鞋面加上侧面大面积的 TPU 上翻，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后跟处也有着大面积的中底橡胶包围，还有着一块强度比较高的 TPU 加持，内部也有着港宝的进一步加固，在后跟处的支撑表现也非常棒。但是它在足弓支撑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欠缺，虽然球鞋在足弓处做出了一定的内收，中间的这两对动态鞋带孔也是一直延伸至足弓处的，但是因为鞋面的硬度太高，拉紧鞋面之后，足弓处的鞋面依旧无法很好的贴合住你的足弓，并且偏软的中底材料，这两点都让这一双鞋在足弓支撑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欠缺。而且它的原装鞋垫这么厚，能够提供给你非常不错的脚感。如果想要换上别的带有足弓支撑的鞋垫，那中底的体验必然是会有所下降的。要脚感还是要足弓支撑，这就看你自己怎么选了。而在稳定性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球鞋的大底非常的宽大，并且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外扩，中底的缓震材料也几乎被全部包裹了起来，控制住了它的中底形变。后跟外包的异刃缓震材料也是比较偏硬的，形变的空间并不大，并且球鞋的中底重心控制的也比较不错。这一系列的设计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穿它打球脚底下还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但是也还算可以接受。单支42码的 AG3 Pro 重量是454克，比最早出来的时候网传的单支500多克要轻了不少，并且还算不错的鞋脚一体性以及合理的重量布置，让它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绝对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是一双非常适合宽脚的锋线球员去进行选择的一个鞋款，它跟 AG3 Mid 完全就是不同的一个鞋款。这一双鞋对得起这一个 Pro 的称号，它的抓地力出色，反应性优秀，缓震封顶，整体的支撑抗扭也绝对没有问题，这些都是它非常突出的优点。当然问题也非常的明显，舒适性表现比较一般，整体的重量有一些偏重，并且足弓支撑方面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欠缺，但是好在它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种致命的缺陷。现在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偏高的，这一双鞋我觉得4开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入手价格。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了42码，在长度方面略微有一点点偏长，但是41码就小了，非常的尴尬。它的鞋楦就是匹克老款篮球鞋的鞋楦，你可以参考一下匹克以前的鞋楦来进行购买，它的鞋楦还是偏宽一些的，
建议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略微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窄脚的朋友就不要考虑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